52米的超级游艇。游泳池很多底下是透明的，希望可以采超香的这种。那么今天就一次性来个大的，咱们来拍一条50多米的船，开起来就像超级装箱船那种感觉一样。那这艘船呢很有意思，它是一艘4层甲板，或者我们叫 tree deck， 就是表面有3层甲板的一艘大船。先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船呢，每一艘船都是不一样的。50多米的这种级别已经可以达到100%的定制。那从下往上看，就像一个岛屿一样啊，金字塔形的往上走，所以非常漂亮。好，我们快速的来看一遍，因为这种船如果按照我之前那种节奏来拍的话呢，可能3个小时都拍不完。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重点的地方。首先呢，一般来说哈，这种船都是用跳板来上船的。上船之后呢，首先是进入到主甲板。那么主甲板我们来感受一下哈，一上来就看到超级漂亮的游泳池。那么它可以造成人造的水流，这样的话就是在几米的游泳池里面呢，你可以持续的往外游，不用频繁的回头。好，再看后面，这个呢是主甲板，这个是上层甲板，上面呢是日光甲板。再看看它的设备器材，非常震撼，庞然大物。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主甲板的船尾休闲区域。这个一般来说呢，是我们上船以及欢迎客人那个地方。那么这边呢是主甲板的主客厅。等一下我们再看，因为这艘船非常大，我们先从外部看起，先往上甲板走。大船呢就是这种感觉，给你的感觉就是在不停的上。这个呢就是上甲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半开放式的就餐区，室外就餐区，并且呢后面还有一个遮阳棚之下的一个休闲区，很漂亮。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船这么好看，因为它的家具啊、布艺啊搭配的都非常的舒服啊。如果你喜欢那种很花哨的没问题，喜欢这种素雅的没问题，海洋风没问题，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这个角度非常棒，为什么呢？你看站在上面看到我们的朋友在下面游泳很舒服。事实上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超级棒。 OK， 那现在呢先让我绕船一周，因为上甲板呢是有一个可以四周贯通的通道。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船上因为它很高，比旁边的船要高很多，所以呢它的风声也特别的明显，所以呢我在说话的时候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有风在里面好，这里呢是主要的一个驾驶舱，等一下我们再去看，并且呢两侧都有这个侧翼驾驶位，可以把它翻开，然后用这里来靠船靠泊。那前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休闲区，这个休闲区呢我感觉大概应该会有10米多长，如果算上下面的话。那么我们再去看一看这种大船50多米级别的钢制的大船，它的机械部位是怎么样的？看一看前面呢是有一个大的吊机，那么可以把小艇吊在上面，这种小艇一般是作为一个日常使用的工作艇用的。最前面呢是一个功能性的，有时候会挂旗、挂信号旗，有时候是可以挂雾钟，非常非常厚实的感觉。那么再来看它的设备，我们看一看一般来说呢，我们买小游艇呢，锚链一般是10毫米左右，对吧？你看它的锚链接近2厘米直径的一个锚链，非常厉害。2个大锚都是几百公斤大锚，才能够把这个船好好的定住。OK， 好，现在这里看一看，就船首看过来的感觉非常之震撼。OK， 我们再从另外一侧走到后面的客厅里去。那这边呢是可以上飞桥的，现在先让我们上飞桥看一看。那通过从船尾到船首到左舷，那么我们就来到了不能叫飞桥了，这里应该是叫日光甲板sun deck。那么一般飞桥艇呢，它会是2层甲板，这个呢是3层甲板，当然了加上下甲板的话就是4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前面也有一个按摩浴缸。一般来说这种船在停着的时候以及在很慢的速度的航行的时候呢，水都是很平稳的。感受一下这里有冲凉。那么让我们站在最高的地方来看一看这艘船，这是船首，这个呢是日光甲板，这个是上面的设备，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撼？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大家喜欢或者想追求的那种感觉。好，现在下来再来看一看后面，这里呢是2个 L 型沙发2个休闲区，
当然了，就是在这里做 party 啊、烧烤啊、吃东西啊，甚至说开个小型的演唱会都没问题。甚至说这艘船还曾经接待过一些高定品牌的走秀的活动。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侧吧台打开以后呢，这里呢其实就是一个烧烤，而且呢是可以收进去的，也就是说整个呢是可以把它收在这个里面。现在风声非常响。OK， 再往后有4个后向的躺椅。我很喜欢这种颜色，就是这种现代的船配上这种经典的颜色，那个白色的镶边，很多朋友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搭配，非常不错。OK， 再往下看就可以发现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过去的，就是给你一种从上往下看视觉非常开阔，而从下往上看呢，你会得到更多的保护性，也就是下面看上面看不到，上面看下面一目了然。好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下面去看一看上甲板的内部空间。刚才我们是从这里走上来的，现在让我们从这里再走进去。这个就是上甲板的客厅，一样的也是自动的门，我走过来还会自己打开，感受一下满天星的这个天花板侧面看一下它的高度非常之高，大窗，相当漂亮的大窗，非常淡雅、非常经典的感觉，让你觉得很舒适它的一些功能区呢，我就不过多的演示了。储物的也没问题，储物的，然后就坐的区域、休息的区域、服务区、看电视的区域。说这里呢，一般来说我们开个会唱个歌自己独处下都可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很漂亮的一个吧台了，真舒服各种各样的设备一应俱全。OK，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这边呢应该是一个日用洗手间，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奢华，而且这些石材的搭配非常好有那种水晶的感觉。然后这个切割，因为这艘船呢是意大利生产的，我们知道意大利人，尤其是威尼斯人，曾经是玻璃加工最厉害的一个地方，持续几百年都是玻璃加工的中心。好，那么这边呢是往下走的，这边是一个门，可以把它整个关起来。也就是说，这个门呢，你打开的时候是这样，完全隐藏起来；关起来以后呢，它因为是这种毛玻璃，也不透明既通透又有隐私性。这边呢是 crew only， 这是船长室。然后前面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客房，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客房。如果你需要的话呢，上面还可以有一个独处的客人。然后再看一下另外一边，这里就是进驾驶舱的位置，我们看一看这个亮光漆非常之漂亮，非常漂亮，而且门把手都做是这种感觉。这个 captain 和后面是一样的这个是船长室。那现在呢就是我们的驾驶舱了。这会儿呢是我一个人在这边，感觉非常大。让我从一侧往另一侧拍一下，看一看这个驾驶舱，50多米的船开起来就像是开集装箱船的那种感觉一样。或者说有种那种开新舰的感觉让我来看一看这么多的仪表我一时半会儿还不能够一下全部是辨识出来海图仪，这是整个船的一些系统的控制，这应该是雷达，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些通讯设备，包括这边整个船的一个摄像，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这边都可以看到，包括它的那个驾驶舱都会有摄像头，而且还会有很多侧扫的摄像头，便于大家来停靠靠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好，那现在呢因为它看起来有点散，是因为帧数不一样，一个是50赫兹的，我现在是60帧的，就会有点散。那么再从另外一边看一看，也就是说船长在这边要处理多少的工作，有多少的这个工作量，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时候呢，你看圣劳伦佐SLM 52，这是它的一个船的型号。看一看我很喜欢这种经典的这种湿度计所有的东西你没有一个3个月的培训是很难真正的达到上岗的。好，那这里呢就是一个船长，那旁边呢会有人在那边协助。那么一般来说呢，开船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站着的，所有协助的人都是站着的，所以只有船长一个位置。你看这么多这个是发动机的一些指数还有一些信息。好，这个就是驾驶舱，我们再看上面有非常多的信号旗我看那些信号旗，所以说用它可以表示一些简单的旗语数字，非常重要。OK， 好，这个呢就是驾驶舱。现在让我们
往下走。这艘船呢是有11个船员加一个船长，12个人来服务，非常棒。那下来的时候我会发现啊，这个阶梯很漂亮，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啊。这种楼梯就是那种天然石材的感觉，而且有些坑坑洼洼的，和它的一个搭配非常的好。整个的楼梯间以及内部的壁纸都是用的这种刺绣的这种感觉，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摆设。好，往前呢是主要的休息区，我们看一看，这里是日用洗手间，我们叫 day head 一样的，真舒服这个。好，前面呢是主卧了，这里是走入式宜的办公区。那么主卧有很多的一个储物的地方，同样的意大利船它的门非常的厚，好，所有的门把手都是这种水晶的。那这艘船呢，它的储物空间就应有尽有，绝对没问题。然后再走进去以后呢，是主卧室的一个卧室区啊，我很喜欢这种很复古的这种座位啊，沙发。然后再看另外一边，超级漂亮。很大的床，这个床绝对是超过2米的。然后呢，它的背面这种刺绣也很好啊，很有意思，2个鹦鹉啊，成双成对，还有这种漂亮的花啊，这是兰花，很舒服。好，另外一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层高，感受一下它的层高是不是很高，然后再看它的大窗。你要知道这种船它做成大窗呢是很要求很高的，因为他们都是这种海洋级别的船，所以对所有的玻璃的要求都非常高，所以这些玻璃非常严格的测试之后才能够用。然后这边呢是洗手间，我们先进来看一下淋浴间，非常大的淋浴间，而且呢背后这个花卉拼接的很好，它都是用石材做的拼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很舒服，然后里面感受一下它的尺度，它的空间非常大，而且大窗看出去隐私性也很好，因为在海上没有人看得到你，并且呢里面是不太透光的。 OK， 好，看另外一边，这边呢就是洗手间的另外一边。那比较传统的布局的这是，然后这一侧是淋浴间，这一侧是马桶卫生间，而且用毛玻璃做了一个演示，比较不错。好，这个呢就是主卧室，再看一下，真的是好漂亮好美，外面都是超挺，真舒服。看一下另外一边。好，那么看完了主卧室呢，我们再看一下客卧，客人的卧室。刚才我们知道楼上有一个卧室啊，除了船长室以外，那么楼上还有一个小卧室，然后主甲板有一个主卧。现在下去以后呢是卧室层，下甲板的卧室层，看一下。那么这边呢就比较清晰了，是4个卧室。先从后部的来看，虽然说这是一个客卧啊，但是真的是比很多80多尺的大船的主卧都还要大，很舒服哎。这里呢就是用了竹子的这种感觉哈。淋浴间啊，每一个客人呢都会得到一个足够的照顾啊，熨洗盆、马桶，空间很大。我这样用手比一下，大家会知道这个感觉。那么刚才上面的风格和下面的淋浴间的风格就不太一样，这里是些带有蓝紫色的石材，非常舒服。所有的这个搭配都是统一的。虽然说呢你可能会喜欢不同的风格，但是一定会感觉到它的这种奢华性，它的这种调性，而且对于造船来说它都是定制的。我们看看它的门非常厚，这样的话呢它的隔音性啊、隔光性啊都非常的好。好，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客卧。那梳妆台后面是电视，然后这是梳妆台，也可以当镜子。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个挂衣服的地方，因为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在这种船上哈，往往我会在海上航行1周、2周甚至3周以上的时间，所以说储物的地方、挂衣服的地方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客卧，我们看到它的装饰呢就会淡雅一点，稍微的淡雅一点。OK， 那这一面大的镜子也后面全部都是储物的地方，而且好像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是可以翻下来的一张床，也就是说这个客卧有一个可以翻下来的一张床啊，不要的时候可以把它收起来看一看，也很舒服。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哈，作为一个小办公桌挺好的啊，我觉得我这么大我就已经觉得很好了，非常棒。 OK， 好，再看另外一边，这一边呢也是一样的，
对称的布局。那这间房间呢，因为里面在做维护，我们就不看了。这间房间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又有一点不同，对吧？它的整个的一个背景啊，包括它的这个卫浴啊，又有一点不同。每一间卫浴的颜色都不太同，所以说每个客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但是呢，房间的大小都是对称的，都是差不多的。而这边是又是2个双床房，而且每一个床都很大。上面一样也有一个翻折床，也就是说自由床可以容纳3个再加4个，再加上上面2个，也就是说可以容纳12到16个客人没有问题。OK， 好，现在呢，让我们再看一看，回到主甲板，看一看主甲板的客厅，也是它最大的一个部分。这个就是主甲板的客厅，感受一下，50多米的船。因为我们这次看的顺序呢，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特别一点，所以先走到后面来感受一下。那么我估计呢，这个地方自动的门又开了，这个地方的一个长度大概是有11米到12米的一个长度，非常棒。那现在呢，船员正在收拾东西，客人走了就把这个东西给放好。后面呢是一个大的开放的后甲板，刚才我们已经看过。那我们再来重点的看一下客厅。那这个客厅呢，无论是偏商务风啊，偏休闲风啊，都没问题，都可以很好的应对。电视也是可以2面转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地方，你需要非常多的地方来储存相应的设备，那么它的一个储物空间就很重要。而且每一个把手看一看都是统一的风格，很棒。这里也是后面这个画也非常漂亮，搭配的非常好。据说这艘船从定制到拿到手花了5年多的时间，很棒。那这个呢，我觉得非常棒，这个也很适合船上的一些摆设的这是一套很不错的香水。好，还有我很喜欢这些小的这个小摆件，好像是河豚鱼的感觉。OK， 好，这个呢就是52米的主卧室。那么后面呢，我们再去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功能区。看到下面呢，可能大家会更加的诧异，怎么可以做到如此的厉害？好，现在呢，我们来往下看一看。下面呢，其实是一个偏重于功能区的地方。一进来，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有波光粼粼的感觉呢？好，现在让我们往上看。没错，刚才的游泳池底下是透明的，我们可以从游泳池透过的光来感到下面，那么它的一个光影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很舒服。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下，非常棒。然后这2侧呢，这一侧和另外一侧都是可以翻折出去的一个侧甲板，会达到更好的一个延伸的效果，并且它会有一个很好的通透性。然后这后面可以放很多的水上玩具，并且我们看一下这里。这里还有一个机关，也就是说下面是有一个小艇的艇架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完全升起来，然后把小艇直接从后面开进来。那这个海滩俱乐部就是和我们看到的100尺的海滩俱乐部都不是一个概念了有很多玩具我们其实这种船呢也是可以租赁的，一般这种船除了船中自用以外，都很乐于把它租出来。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健身房，是不是感觉真的好厉害啊？有一个很专业的健身房，各种各样的健身设备应有尽有。当然了，毕竟这是一个50多米的船，全定制的船。然后这边呢是可以上到主甲板的客厅的。好，这个就是令人诧异和惊讶的一个大的健身房。那么目前来说，船上的健身房呢，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大的一个。好，还有很多的功能区我相信这里面储物的地方包括你想在里面未来呢想加一些桑拿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OK， 这个呢就是52米，非常棒，再来感受一下，想一想。那么这种船一般来说租赁呢，旺季都是1周起1周几十万欧元的这种租赁，但是你会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好，现在我们回到主甲板。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种船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有朋友跟我说，很多时候他们招待了这种高端的租赁的客人，本来订了很多很难订到的餐厅，到最后反而觉得还是在船上吃好。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船这个级别的船，它的厨师都非常的厉害。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厨房，这里呢是一个备餐区放红酒的，这是绝对会放满的。然后这边呢是做一些饮料做一些甜品的地方。从旁边呢是可以上到上面的，也说可以，这里我们这个备餐区呢可以同时服务这个地方，上甲板，还有就是卧室。好，这里呢是厨房，你看很漂亮哈，感觉很专业的样子。这边又是一个大的酒柜，毕竟呢就是这种船我们在用的时候呢，酒是非常重要的。好，一般来说这种门它是在下面会有一个按键。就可以开了，因为你在手上端着东西的时候呢，就不用来动手了。看一看，哇，进来以后我就闻了很香的这种煎东西的味道和油的味道。那么看一看，专业的厨房做烧烤的，这是油炸的这个是灶台。备餐的地方，中间也是个备餐地方，可以容纳很多人。而且这种船上的厨师一般都是那种可以达到米其林星级厨师的那种标准，非常棒。来看一看，哇，感受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真正在使用之中的超艇的感觉使用中的超级艇就是这样的感觉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厨房。好，现在呢我们摸一下它就可以出来了，这个就是备餐区。然后呢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边出去，就一定要保证所有的船员不会影响到主人和客人。你看船员的鞋子都放得很整齐OK， 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侧52米。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心脏。超级游艇的发动机舱是什么样的？来感受一下。哇，真的好深这个下去应该有3米多深到4米的一个深度。下面呢就是发动机舱。那这里所有的航行维护都在这边。然后进来一看，哇，这个机舱就棒了，非常厉害。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在发动机舱里面要有足够的一个空间，并且呢还要有维修的一个台子，可以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操作，甚至说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在这里自己做工具，自己做东西2个巨大的发动机 MTU 的2台 MTU 的发动机。然后呢这艘船巨大的发电机我等一下会看一看它发电机的一个参数。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office， 也就是说我们的轮机一般是在这边，保证这个船在航行中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正常的。看一看，另外呢往下还有一个空间，这里还有一个空间也是可以做储物、做功能舱。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因为这种船它的机械部分非常之复杂并不是我们小船可以比拟的。好，这个就是52米的心脏。现在让我们回到船尾，最后再看一眼它的这个令人惊讶的绝世容颜。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艘船上是多么爽